女人呐，生下来就比男人矮半截儿。这年头啊，女人养汉叫人抓住了就活活打死。哼，嫁个不中用的丈夫，就算你倒霉。这部邵氏经典上映于1972年，由3个发生在民国的荒唐故事组成。第一个故事捉奸发生在陶器窑厂，年轻貌美的老板娘整天看着对面的王铁匠发呆。原来老板娘年方18，却嫁给了一个不中用的老头。待会儿替我捡捡啊，去收账是吧？我去了趟徐州啊，收齐了。老板，给我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？老板娘天天面对身材健硕的王铁匠，终于忍不住了。等到店里没人的时候，老板娘就向王铁匠眉目传情，他们约定红线牵引为信号。等瓷器店老板老张入睡以后，王铁匠就偷偷来到他们窗外，拉动系在老板娘脚趾上的红绳。老板娘收到信号后立刻给出回应。王铁匠见状，立刻从提前挖好的密道进入老板娘房中。一旁的老张很快就被剧烈的震动吵醒，他模糊中看到自己老婆多了2条腿，于是老张急忙擦亮双眼，结果在看向老婆的时候，那双腿已经不见了。原来此时的王铁匠已经从密道里逃了出来。老张发现不对劲，急忙出来查看。此时王铁匠已经翻墙头离开，没有证据的老张也只能回屋睡觉。从第2天开始，老张越琢磨昨晚的事情越不对劲，看着老婆手里的红绳，老张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。于是他趁老婆睡着之后，把红绳剪断，然后绑到了自己的脚上。不一会儿，一只橘猫就过来拽起了绳子。隔壁大妈以为橘猫在偷粮食吃，于是就把橘猫赶走。出于好奇心，大妈就拽起了那条红绳。大妈拽了几下后，发现屋内没有反应，就离开了这里。可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王铁匠再次来到了窗外。他先是打量了一下，见四处无人，立刻就拽动红绳给老板娘发信号。这下老张终于确认了自己的猜想。可当他追出来的时候，腿脚麻利的王铁匠已经逃走。老板娘见状，急忙拽住一旁的大妈，对他说：“老板又发癔症了，你可得帮帮忙，不然一会儿拳打脚踢的，我可受不了。”“怎么回事？”“你不要问了，这个送给你，你一会儿替我躺在被窝里。老饕要是有什么行动，你可千万不要出声啊。”“去呀！”收了钱的大妈立刻来到了老板的房间，吹灭蜡烛。就在此时，老张也没有追上王铁匠，只能回来对被子里的老婆发泄。气急败坏的老张直接剪下被子里人的头发，就要到妻子娘家算账。可是当老张把娘家人找来后，老板娘却丝毫不慌，因为她剪下来的根本不是自己的辫子。“谁的头发？你剪了谁的头发？别活见鬼了！你说这头发是哪个臭婊子的？说呀！”“真是莫名其妙。”“看什么看？你自己在外头拈花惹草，反而冤枉我。你说这头发到底是谁的？你说呀！”“这个不是你的，那是谁的？问你啊！”“别装算了，你还说打得我鼻青脸肿，我哪亲了？我哪肿了？”“对呀，你不能冤枉好人呐！姐，妈都急死了。你要真有这事儿，她就先上吊啊。”“好啊，你冤枉了我不算，还闹到我娘家去。”“姐姐，你不要这样！姐姐，你不要这样！姐姐。”你们看，这个老不死的不知道跟哪个臭婊子乱扯，脚上还系着红绳呢，算我倒霉。”“不是你倒霉，不是你倒霉，算我不走运。”娘家人见不是自己姐姐的原因，于是就跟这个姐夫动起了手。次日，老张要到外地收债，需要10天才能回来，这可把老板娘还有王铁匠给高兴坏了。可令2人怎么也想不到的是，老张出差只是个幌子，已经召集了自己的几个老弟兄过来捉奸。果然这次人赃并获，直接将老板娘和王铁匠装进了麻袋，然后抬到了县衙准备告状。隔壁大妈立刻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王铁匠的妻子。大妈劝说翠花，毕竟2人一日夫妻百日恩，让他想想办法救救王铁匠。于是翠花就请来了专门帮人打官司的刁师爷。刁师爷听完事情的经过后，就有了办法。他先是把一旁碍事的大妈赶走，然后把房门关好，对翠花说道：“你把衣裳脱了啊！把衣裳脱了。来，现在是死马当活马医，我呢动脑动嘴动笔，你也得帮帮忙，动一动啊！”“脱衣服干什么嘛？”“事不宜迟，等我解释清楚了，恐怕他们俩的命都没了。”就在师爷和翠花做准备的时候，另一边的公堂上已经开始对王铁匠和老板娘进行审问。“打开！”“冤枉！小民冤枉！冤枉！大人，小民是冤枉的，冤枉啊！”“王成龙，在。陶警视，陶警视，在这儿。”原来教师爷的方法就是偷梁换柱，趁着将麻袋抬上台之前，就把老板娘和翠花队换了出来。后来老张直接被活活气死，
而老板娘也流落到了烟花之地。到这里，第一个故事结束。第二个故事发生在老板娘的同事佩奇身上。佩奇本来和自己的表哥二虎青梅竹马，可佩奇的父亲却嫌贫爱富，把她嫁给了只有10岁的富家少爷。原来镇上的首富高老爷老来得子，为了在他有生之年抱上孙子，特意让自己只有10岁的儿子早日娶亲。可是自己这个儿子根本不经人事，于是高老爷就给儿子请了一个师傅。您请柯大奶奶教少爷刑法。另外去天柱量一量，能不能刑法？从脖子呢就这么一绕啊，然后呢再这么一折，从鼻子头呢衡量到耳朵边儿，要是过了耳朵边儿的就能够行房了，不然的话，哎呦。经过测量合格以后，柯大奶奶就把高少爷叫到房间开始教学。可是柯大奶奶教高少爷的只是一些高深的理论名词。交接之道虽然日新月异，归纳起来只有9法：1龙翻，2虎步，3圆拨，4残腹，5龟腾，6兔扎嚎，7凤翱翔，8鱼接鳞，9鹤交劲。就这样，高少爷糊里糊涂地娶了一个比自己大18岁的媳妇。拜完堂以后，两人就回到了他们的新房。可还没等高少爷高兴，一个男人突然出现在他的旁边。原来这个男人就是跟佩奇青梅竹马的二虎。二虎把高少爷绑好以后，当着他的面把柯大奶奶教他的理论知识实践了一次。高少爷看得无聊，居然睡着了。次日一早，丫鬟进门送早餐的时候，才发现了不对劲。出去！不出去，我就宰了他！高老爷得知自己的宝贝儿子被绑架后，立刻报了官。站住！叫军队撤出去，不然我就杀了他！眼看自己的儿子小命掐在别人的手上，高老爷只能投鼠忌器。很快就有人想到了好办法，只见他们从后院挖出一个地洞，直接挖到了高少爷的脚下。在二虎和佩奇反应过来之前，管家直接把高少爷救了下来。在外面的警察一拥而进，将两人捉住。后来二虎直接被判了无期徒刑，佩奇也被高老爷卖到了万花楼。到这里，第二个故事也就结束了。第三个故事发生在佩奇的同事金宝身上。他本来是镇上当铺老板邓红发的小姐。邓红发是有名的守财奴，他唯一的爱好就是斗鸟养蛐蛐。自从邓红发的正妻去世以后，金宝就扶正成了正妻。这2天，丫鬟告诉金宝，当铺里收了一件好东西。出于好奇心，金宝找到了伙计小蔡，就要开开眼界。都打了包了，老板那么凶，谁敢去动啊？别人当然不敢了，你还不敢？要说是橡皮人，真是猎头的用了。快给我看看。好，跟我来。无奈之下，小蔡只能带金宝来仓库参观。就在金宝参观的正起劲时，邓红发突然带人过来检查仓库。小玉急忙发出信号，小蔡只能牺牲自己来保全金宝。好啊你，怪不得这几天你魂不守舍，原来你躲在这儿在偷人呢。是个客人当的，我试试。你试试，你这样搞七搞八的，搞坏了怎么办？你赔得起吧？试，我好奇。好奇？你买了案子了吗？好奇？真人你怎么不去骑呢？可是另外一个伙计阿强在检查仓库时看到了金宝，金宝看到是阿强时也松了一口气，向他使了一个眼色。邓红发狠狠地批评了小蔡，赶快洗一洗，洗干净点，晚上送我房去。就这样，3人成功的配合瞒过了邓红发。到了晚上，邓红发安排几个伙计和金宝打麻将，而他自己赶紧跑回房去给气球吹气。很快金宝就发觉了不对劲，于是让小玉帮他打牌。金宝来到窗前一看，发现邓红发正在吹气球，于是就进屋好好的教训了他一顿。次日邓红发要出远门遛鸟，于是金宝就派丫鬟小玉邀请阿强到他那里打麻将。可是阿强并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事。小玉一听就急了，自己没有完成任务肯定会被责怪。为了证明不是老爷的试探，阿强提出了几个条件。第一，先把老爷喜欢的鸟摔死一只。干什么？别打岔，还有啊，把他的胡子拔下3根。哎呀，他一共才几根啊？还有啊，再把他的牙拔掉1颗。金宝听完丫鬟的汇报后，也跟阿强较上了劲。于是他趁着邓红发在众人面前炫耀鸟笼的时候，假装生气上去，直接将他心爱的鸟笼踩碎。就这样，金宝当着阿强的面完成了他的第1个条件。到了晚上，阿强来到老板房间送账本，金宝又趁着这个机会和邓红发打赌，说绕口令。这样吧，今天我大开方便之门，要是你说的一字不差嘛，我就叫小玉亲亲热热的给你亲一下。真的？哎，小玉，是不是啊？我先听听，说的不对怎么罚法？哎，说的不对呢，每一次拔老爷的胡子1根儿。拔胡子，那怎么行呢？那我也不干，你1毛不拔，谁叫你亲呢？好。就这样，金宝又当着阿强的面完成了第2个条件。随后，金宝和小玉就开始说邓红发口臭的事情。好臭啊！你说什么？老爷的嘴里头有股味儿。胡说八道，我嘴会有味儿，你闻闻。怎么样？我嘴有味吗？
我是已经闻惯了，你自个儿闻不到就是了。啊，我早就想告诉你，以前我爸爸也有这个毛病，后来一检查，一颗大牙整个都烂空了。邓红发担心自己口中的牙也会烂，于是第二天金宝就带他到牙科拔了一颗牙。完成了这3个条件以后，小玉再次找到阿强，可是阿强并不想背叛老板，于是又给金宝出了一个难题，告诉他有本事的要当着老爷的面。好，金宝得知后感觉这个非常有挑战性，于是就同意了下来。转眼间来到观音寿诞这一天，金宝按照事先制定好的计划，让阿强爬上梨树给他摘梨。阿强爬到树上以后，就开始指责老板：哎，员外啊，你们你们光天化日之下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啊，哎呀，我们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们怎么了？倒是你们，哎呀，今天是观音诞呢，你们不怕得罪佛爷？光天化日之下，这老板在下面一脸疑惑，根本不知道阿强是什么意思。老板来到树下以后，阿强就让老板自己爬上树去看。金宝就趁着这个机会完成了阿强提出的难题。见到这一幕的邓红发顿时被气得神志不清。第3个故事结束。这3个故事虽然看似毫无关系，他们却演绎出了当时传统观念对女性婚姻不公平的讽刺和批判。到这里影片也就结束了。我是小 K，我们下期见。